我叫许依林，一个除了长得帅一点、运气好一点之外，简直一无是处的男人。我时常为此自卑，但是我的运气邪门到像是被写进了程序。小学靠捡钱发家，让我妈提前退休；初中靠女学霸助攻，躺进重点高中。按道理我是不可能考上大学的，然而就在高考前夜，我竟在梦里看见了全套真题，成绩出来666分，离状元一步之遥，分数很溜，差点荣登本县状元。我当时害怕极了，这已经不是超常发挥了，是超神发挥。同学们得知我的分数后惊呆了，老师们懵逼了。我爸放下手里的七匹狼皮带，神色复杂地看着我，没想到你还是一个学霸，这些年你隐藏得挺深啊。我无言以对。后来我被京海大学录取，但专业课本如天书，混到大三，已准备好回老家继承养猪场。教招时却遇到迷信的潮汕老板张峰，他带着和尚径直坐到我面前，介绍完他的挖掘机公司后，不问简历，先要了我的生辰八字。面试不应该是先看简历吗？我也没多想，把八字给了过去。张峰旁边的和尚看完我的八字后，掐指一算后，猛地一拍桌子，然后指着我对张峰说：“是他，是他，就是他。”和尚的声音很大，引起很多同学的侧目。我赶紧站起来大声否辩：“不是，我不是哪吒。”张峰脸上的激动溢于言表，他给我开了极高的待遇，还要给我5万块钱的安家费。我想也没想，一口给拒了。肯定没安好心。要知道，即便班级里的学霸也没能拿到这么好的 offer 啊。而我何德何能？自知之明，可是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然而张峰的执着远超想象，他竟在宿舍楼门口围追堵截我，还一路尾随塞钱。我吓得找辅导员求助，校警直接将他赶出学校。几天之后，我爸来了，旁边还跟着一脸献媚的张峰。当我爸抽出腰间的七匹狼裤腰带的时候，我知道他俩早就私下达成某种交易了。校长的公司我考察过了，是个正经公司。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要么你去他公司里上班，要么你挨一顿打，然后跟我回家养猪种田。我。对了，忘了告诉你，家里的养猪场扩产了，猪仔有1000多头，到时候你一个人搞，你选吧。这他妈是选择题吗？1000头，我一个人搞，坑爹啊！不出所料，我加入了张峰的公司。入职后，公司业绩一路飙升，挖掘机卖到飞起。我的岗位是张峰特设的销售部签约接待文员，职级 K5，月薪3万加提成，无需打卡，只需在客户签合同时在场坐镇。说来也怪，只要我在场，生意几乎必成。虽始终怀疑这只是玄学，可现实一次次敲打我。许依林，你好像真的有点太招财了。京海市天科挖掘机制造责任有限公司一间大会议室内，张峰清了清嗓子：“嗨，靓仔们都到齐了吗？”文秘抱着花名册凑到了过来：“老板，销售部都来齐了。吉祥物来了吗？这在那睡着呢。”张峰看了过去，不但不发火，反而一脸宠溺：“去给咱们的吉祥物披个外套，可别让他睡冻着了。”文秘点点头，朝许依林走了过去。接着，张峰刻意压低声音，好似生怕吵醒许依林，小声说道：“今天销售部开会，有3件事要宣布一下。这第一件事，昨天有人在洗脚城跟客户签合同的时候没带上许依林，结果出现了状况。”说到这，张峰的声音忍不住大了起来：“特邀点被遇到扫黄了，那个大客户还在局子里蹲着呢。不用想，这单肯定黄了，这可是40台大型挖机的单子啊！”张峰越说越气，猛地一拍桌子，瞪向台下一个身材壮硕的胖子，语气严厉道：“刘禅，你个死扑街，给我站起来，当众检讨一下。”刘禅颤颤巍巍的起身，掏出一份检讨书，跟小和尚念经似的：“尊敬的老板、各位同事以及依林哥，我昨天因匆忙离开，未及时通知依林哥协助，导致签单时出现意外，我保证此类低级错误绝不再犯，对不起。”说完，刘禅朝着张峰睡觉的许依林各鞠躬一次。张峰神色缓和许多，摆了摆手：“你坐下吧，下不为例哦。你们一定要切记，只要是签合同、谈单子，必须要把许依林带上，这是咱们销售部的铁律，听到没？”众人小鸡啄米点头。张峰清了清嗓子，接着又道：“现在宣布第2项人事安排，为拓展全球市场，公司决定外派销售总监李想赴国外开拓业务，他目前已出国，其职务暂由新任的赵不成接任，请大家欢迎赵总监。”话音一落，赵不成从人群中站起身，十分自豪地自我介绍：“我叫赵不成，985211毕业，攻读麻省理工学院的 SM 斯隆商学院商业分析硕士专业，相信销售部在我的带领下，业绩会更上一层楼的。”说完，赵不成一脸期待地看向台下，然而期待中的掌声并没有响起。赵不成嘴角抽动不止，脸色更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绿了下去。看来贵公司的员工很不尊重人啊！老板张峰尴尬一笑，赶紧站出来打圆场。掌声呢？此言一出，众同事方才不情不愿地鼓起掌。看来大家对我还不是很认可，不过请放心，我会用实际的成绩博得大家的喝彩的。说完，赵不成退了下去。最后宣布第3件事，我因身体原因决定进山辟谷一段时间，手机将关机，在此期间，销售部所有工作由赵总监全权处理。散会。此刻，销售部员工办公室中，
许依林揉了揉睡迷糊的眼眶。这时，旁边工位上的刘山热情洋溢地递过来一杯奶茶。意林哥，请你喝奶茶，这是狗奈子奶茶，很好喝。谢谢。对了，老刘，刚刚会上老板说什么了？我全程在睡觉，没听清。于是刘山一五一十的全部告知。许依林听完之后，忽地问道：“那个新来的销售总监叫啥名字？好像姓赵，叫赵什么来着的？叫赵不成。赵不成，不成，这名字可不是嘛？也不知道老板咋想的，居然找这么多名字不吉利的人来当销售总监。不成，不就是失败的意思吗？”此言一出，周围的几个同事也围了过来，开启了茶话会，呱呱个不停。我也觉得这个人的名字不太好。我感觉这个人会克制意林哥你的招财能力。意林哥，你得离这个人远点。老板应该是看中他的学历了，会想他自己不是说了吗？他是麻省理工学院 SM 商学专业硕士生呢。原来是个海归啊！什么海归乌龟的，哪怕是《西游记》里的那头老猿来了，我也不把他放在眼里。我只认意林哥，只有意林哥才能带我们发财。我特地看了赵不成的面相，这小子长得尖嘴猴腮的，不像是啥好人啊。老板不在的日子里，咱们都低调点，有什么事等老板回来再告状。众同事纷纷点头表示赞同。这时，张丰申带着赵不成来到了许依林的工位上，只见许依林正看电影，赵不成面露不悦，也许是他想摆官架子，也许是想在张峰面前刷存在感。他拍了拍许依林的肩膀：“你为什么要在工作时间看电影？”“因为我没事干啊。”赵不成转头看向张峰，一脸告状，却见张峰摆了摆手：“许依林上班看电影是我特批的。”闻之，许依林一脸傲娇，忽地问道：“对了，老板，听说你要走了，去哪？”“你老板我呢，打算去深山老林里辟谷一段时间，调养一下身体。”“那你老要辟谷多久呢？”“1个月吧。”“可是你前天还答应我说要带我去三亚玩嫩模呢。”“等我辟谷完再去也不迟啊，这个你拿着，就当是我食言的惩罚了。”说着，张峰递过去一个信封，许依林当面打开一看，终于笑了：“谢谢老板。”“依林啊，这位是新来的销售部总监赵不成。赵总监，这位是销售部签约接待文员许依林，你俩认识认识。”张峰的言外之意，无非是想让赵不成多多关照。赵不成是人精，自然看出这层意思，于是他放下架子，主动伸出手，硬挤出一丝笑容：“小许，你好。”许依林很懂礼貌，微笑点头握手：“依林啊，我不在公司的这些天，销售部的业绩就全指望你了。”“保证完成任务。”“什么意思？指望他？销售部的业绩不应该是指望我这个销售总监吗？”一时间，赵不成脸上的不悦更甚。张峰、赵不成离开办公室后，立马就有几个同事们凑到许依林的工位上八卦起来：“依林哥，老板给的信封里装多少钱？”许依林嘿嘿一笑，比划出2根手指。众同事们一阵眼热，真羡慕啊！2万块抵得上我1个月工资了。老板对依林哥真好，天天给依林哥发钱。依林哥是咱们销售部的招财吉祥物，老板不对他好点怎么能行？嘿嘿，依林哥，你下午有空吗？下午我有一场相亲会，要不你跟客户改约一下，明早我有空。那个被关局子里的客户，下午就会被放出来了。我打算去局子门口堵他，当面跟他解释解释，这可能是我最后的机会。这单我要是签了，我就是这个月的销冠了。此言一出，在场的几个同事开始挑事：“依林哥，你别帮他，这小子月月都是销冠，不差这一回。”“依林哥，昨天他见客户不带你，摆明是不相信你的招财能力，这你得惩罚他一下。”听闻这话，刘山一脸幽怨：“去，起什么哄啊？这可是100台挖机的大单，我要是拿下了，少不了你们好处。依林哥，帮忙啦！”“可是我下午真的要去相亲啊，我没吹牛。”“相啥亲啊？就凭你这条件，大把妹子任你挑啊！实在不行，我帮你找一个。”“谁？”大家都齐齐看着刘山，等待他的下文。刘山尬住了，话说快了，我草！眼咕噜一转之下，只见他伸手一指唐佳佳：“你看佳佳怎么样？我感觉你俩挺般配的。你要是不嫌弃，我来当这个媒人。”“你去死！说话没个把门的。”唐佳佳俏脸一红，十分彪悍的给了刘山一脚：“老刘啊，下午我真腾不开时间，那个妹子我必须要见，这是老板前几天给我安排的，我要是不见，说不过去啊。”此言一出，唐佳佳的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复杂神色，而周围的几个同事开始吃瓜：“依林哥，那妹子是谁呀？该不会是老板女儿吧？”秘密。至于刘山，他好像没心情理会这个八卦，只见他双眼无神，躺在椅子上，生无可恋的呢喃自语着：“完了，我的100台挖机大单啊！这单我足足跟了半年啊！哎，我真该死！”说着，刘山给了自己一个嘴巴，懊恼昨天犯下的错误。许依林看在眼里，有点舍不得，于是抱起工位桌上的盆栽仙人球，塞到刘山的手里：“要不我把仙人球借你用用？”许依林亲手养的仙人球同样具有招财属性，能在许依林无法分身时替代他陪同见客户，签单率高达80%。若许依林与仙人球同时出场，则会触发人球合一效果，客户往往会大幅追加订单，实现爆单。但此大招使用后，
许一林的招财能力会进入几天的冷却期，同事们早已将这套使用手册摸得门清。此刻，刘山看着递过来的仙人球，心里好受多了。这样也行吧。见球如见本尊，意林哥，那我去了熬，等我好消息。说着，刘山抱着仙人球，快乐跑路了。下午1点，金海看守所大门口，一个瘦高的中年汉子被2名狱警带了出来。张二和，希望你走出看守所后能改邪归正，重新做人，不要再飘唱了，想想你的家人。是，2位警官，我以后再也不敢了。2名狱警走进铁门，关上铁门，张二和立马变了一副嘴脸。你俩咋这么牛逼呢？男人不飘场，那还是男人吗？我就不信你俩没飘过场，即便没飘过场，机场总当过吧？装他妈什么道貌岸然？下一秒，铁门又打开了。你刚刚说什么？有种再讲一遍。啊哈哈哈！2位警官，他是跟我说话呢。刘山瞅准机会凑了上来。张二和一愣，回眸看去，妈个逼的，是你！看清来者是谁后，张二和立马咬牙切齿。昨晚洗脚城里发生的一切，历历在目的浮现。当时，狂的警察踹门而入后，刘山这个兔崽子把面一蒙冲了出去，8个警察加在一起愣是没拦住他。刘山是跑了，但是张二和就遭老罪了。你小子居然还有脸来见我！张二和越想越气，捋了捋袖子，朝着刘山虎虎生风的走来。如果你觉得揍我一顿就能出气的话，那你就揍我吧！我特么当然要揍你，去你丫的！张二和一个飞踢踹了上来。刘山本来是不想躲的，但奈何本能驱使，终究没忍住，腰一扭，躲了一哈子。张二和一脚踢空，径直飞到了花丛里，摔了个狗吃屎。你他妈还敢躲？好，我不躲了，你尽管踹我吧。刘山把眼睛给闭上。张二和信了，他从花丛里爬出来，朝着刘山又是一个飞踢。不出意外的话，刘山又躲了一哈子，张二和又踢空了，飞对面花丛里去了。你妈个逼的！张二和气疯了。忽然，他捂着胸口，一脸痛苦。他的眼睛突然瞪得很大，嘴唇发白，喉结涌动，说着含糊不清的话。要，切克闹！刘山下意识地回了一句。不过很快，刘山反应了过来，看出张二和的不对劲，他赶紧把张二和从花丛里拖出来。老张，你怎么了？要在哪啊？在家里。那不白扯吗？我这是怒气攻心，心脏病发作了。你会针灸吗？朝我身上扎2针，说不定还有救。针灸我懂点，以前学过点穴，可问题是没针啊。话音一落，2人的目光齐齐瞄向了那盆长满刺的仙人球。确定。刘山赶紧拔下仙人球上的一根尖刺，按照张二和的指点，插了在了张二和的胸口穴位上。张二和好受多了，继续插我，别停。刘山照办，从仙人球上又拔下一根刺，插了过去。10几分钟后，张二和浑身上下被扎得像个刺猬。再看那仙人球，已经秃了。张二和从地上坐起来。看在你小子救我一命的份上，这事我不计较了。那100台挖机的单子还签吗？张二和眼睛一眯，也不说话，就这么静静地看着刘山。刘山觉得浑身发毛。你要是不想签，那就算了，我走了，你保重。其实刘山对于这单子并没有抱多大希望了，完全是死马当活马医。然而却见张二和叫住了他。谁说我不签了？我决定了，在之前40台挖机的基础上再追加10台。刘山瞪大眼睛，50台挖机，这可不得了啊！销售额破2000万了都，这提成不得拿到手软，下半年躺平都够了。不过昨天洗脚城我们只玩了半场，你不得补偿。这个好说，晚上我安排。此刻，天科挖掘机制造责任有限公司销售部办公室内，许一林正在看电影。不一会儿，刘山如沐春风地走了过来。一林哥，成了，谢谢你的仙人球。成了就好。旺财怎么秃了？毛你？刘山老脸一红，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罢了，相信旺财还会长出毛的。见许一林不计较，刘山松一口气，他悄咪咪地掏出一个信封，塞到许一林的手里。一林哥，一点心意，不成敬意。按照许一林使用方法第3条规定，签单成功之后，如果给许一林包一个红包，后续的签单成功率会增加10%到20%，具体数额是红包大小而定。跟我客气啥啊？许一林嘴上是这么说的，但还是麻溜的把信封收着了。接着，刘山默默打开一个名为“许一林使用方法”的公共文档，增加了一条内容：规则21，用旺财的刺扎客户有几率触发爆单。编辑完成后，刘山十分得意的把最新版本的文档甩到天科销售部秘密小分队群聊里，并且啪啪打字：所有人，许一林使用方法我更新了一下，大家看看。下一刻，群聊里顿时热闹起来。收到，改天试试。离谱，旺财还能这么用，也是够抽象的了。用旺财的刺扎客户，确定客户不会报警吗？报警我不知道，反正会爆单。刘山，老实交代，今天签了多大的单子？也没多大吧，反正这个月的销冠有了。刘山不得请客吃饭，包的，今晚7点，醉仙楼不见不散。刚刚赵不成在销售部大群里说了，今晚他也要请客吃饭，这怎么弄？他订的饭店没有的好，大家吃我的，这样不好吧？人家好歹是销售总监，人家刚刚上任来，我们要是不给面子的话，我想吃老刘的。此言一出，同事们的态度立马来了180度大转弯。他赵不成算哪根葱？咱们不需要给他面子，咱们听10的，今晚吃老刘的饭。负1加1，负1加10086。翌日早上9点，赵不成铁青着脸守在销售部打卡机旁。昨夜他设宴5桌，销售部却无一人到场，全去了刘山的饭局。奇耻大辱之下，他决定严查考勤。时间来到9点半，终于有员工来打卡了。爹，唐家家打卡成
成功。唐佳佳是吧？你迟到半小时，按照规定罚款30。赵总监，公司没有迟到罚款的规定。哈哈，我说有，那就是有。唐佳佳不再争辩，随后员工们陆续打卡，个个神情恍惚，显然宿醉未醒。见此情形，赵不成心中更是不快。我堂堂销售总监的饭局你们不参加，一个小小销售组织的饭局你们可劲喝，有意思，真他妈的有意思。下一刻，他走入办公室内，厉声宣布道：所有员工立刻放下手头的事情，开会。此言一出，众同事纷纷面露不悦，一个个小声蛐蛐起来。昨天不是刚开完会吗？怎么又开了？等下我要出去见客户呢，好烦。逼事真多，我不去。一时间，偌大的办公室内竟无人起身。赵不成觉得面子挂不住，冷声说道：把我讲话当放屁是吧？我现在去会议室里等着你们，我给你们10分钟的时间，谁要是赶不来，后果自负。说完，赵不成转身离去，而办公室内同事们有些不知所措，大家的目光齐齐看向主心骨许依林。我不想去，这集电视剧我还没看完呢。此言一出，众同事纷纷坐下了，该干嘛干嘛。在大家眼里，只要跟着依林哥混，哪怕是齐心协力把公司炸了，老板都会夸一句炸得好。10分钟后，赵不成又冲进了办公室里，五官扭曲在一起，脸阴沉的吓人。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销售总监？都特么不想干了是吧？办公室里的同事愣了愣，再次齐刷刷地看向许依林的方向。看他干什么？看我！老板任命的销售总监是我，销售部一切由我全权处置，谁再跟我对抗，我有权直接开除。公司离了谁都照样赚，要干就干，不干就滚。一时间，办公室内寂静的可怕。就在这时，许依林猛地一拍桌子，赫然起身，他横眉怒目地瞪着赵不成。如此一幕，把众同事心中的怒火瞬间点燃。刘山更是情绪上头，大喝一声：我尼玛，将大局逆转吧！你们要干什么？难不成还敢打我？我跟你们说，我跆拳道8段呢。8段？哼，我他妈把你砍成8段！知道劳资干销售之前是做什么的吗？卖大力的，是卖武的。有刘山带头壮胆，同事们也就无所顾忌了。抄家伙的抄家伙，敲摄像头的敲摄像头。赵不成是真的害怕，连连后退。你们要冷静，千万要冷静！我冷静你妈卖批！刘山直接一个标准的凌空飞踢踹了过去。就在这时，许依林的手机响了。先别动手，是老板的电话。喂，老板。是的，好的，我知道了。电话挂断，众同事眼巴巴地等待下文。老板让我们去开会。一时间，办公室里响起了一阵接着一阵的叹息之音。出师未捷身先死啊！麻痹，踢早了我草。他一脸不知所措地看着倒在地上痛苦呻吟的赵不成。许依林把赵不成从地上拽起来，主动为刘山开脱。赵总监，刘山性子急，踢你一脚的事情，希望你别往心里去。你还能开会吗？以脚违章罢了。开会。许依林点点头，带头走出办公室。此刻，大会议室内，赵不成的神态透着一丝得意。老板在那个节骨眼上给许依林打去电话，绝对是在给自己撑腰。既然有老板撑腰，那还怕个屁啊！他猛地一拍桌子，你们简直无法无天！今天早上53名销售全部迟到，更有甚者，当着我的面连卡都不打，简直不把我放在眼里。我奉劝有些人不要站着茅坑不拉屎。说着，赵不成的目光看向了许依林的方向。刘山把脑袋歪到许依林身旁，小声问道：他说谁不拉屎啊？他自己呗。那他还挺有自知之明的。会议一直开到下午1点才结束。赵不成在会上大谈留学经历，引发反感。会后更以迟到罚款、排班保洁等手段施压。销售部发现许依林因旷工被重罚后，根据许依林使用方法第5条，其招财成功率将随财产损失大幅下降。众人纷纷取消当日客户约见。在群情激愤下，许依林尝试联系老板未果，全员陷入被动。此刻，销售总监办公室内，赵不成坐在宽大的椅子上，回想晨会时震慑全场的场景，自觉已用罚款与保洁任务打服了销售部，正得意非凡。哼呵，就凭你们一帮乌合之众，也敢跟我斗，不知死活！这时，赵不成兜里的手机响了。喂，宝贝，有事吗？电话那头响起嗲嗲的撒娇声音：亲爱的，人家想你了呢。我在工作呢，晚上见吧。可是人家现在好无聊啊，我好想上班啊，我好怀念以前上班的日子。你真想上班吗？想是挺想的，可是人家想找一个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不过这种工作应该不好找吧。闻之，赵不成猛地回过神，他看着许依林的资料，神采奕奕道：你还别说，还真有这种工作，底薪5万。什么？你该不会是遇到电诈了吧？我是这家公司的销售总监，具体情况我能不知道吗？除了底薪5万之外，还有2%的绩效提成系数，6险2金，灵活上班，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亲爱的，人家想要这份工作，你放心，这份工作迟早是你的。你的意思是这份工作有人在干了，那你搁着逗老娘开心呢？宝贝，先别生气，这个人和老板有点关系，如果强行开除的话，说不过去。这样，你先听我安排，先尬了。翌日早上9点，赵不成领着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走进了销售部。大家先把手里头的事情放放，这位是新来的同事，她叫李倩倩，大家掌声欢迎一下。此言一出，众同事心里跟明镜似的，意识到赵不成估计又要做什么妖了。欢迎李倩倩的掌声约等于没有。赵不成也不介意，领着李倩倩径直来到了许依林的工位处。许依林，你不是总喊没事做吗？我现在把李倩倩交给你，你多带她。她身上的香水味太重了，熏脑壳，我不想带。此言一出，赵不成的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黑了下去。我再问你一遍，你带还是不带？你就是问100遍，我也不带，离我远点，我看电视了。一时间，赵不成下不来台，
气氛降到了冰点。这时，刘山凑了上来圆场：“赵总监，要不让我来带吧？我对于销售业务这方面比较熟悉。”说完，刘山凑到赵不成耳边，小声嘀咕道：“赵总监，昨天踹你一脚的事情，你别往心里去啊！我不是有意的，晚上我请你吃饭，给你赔礼道歉。”赵不成先是惊诧了一下，然后默不作声的点点头。刘山，你要好好带李倩倩，我把她交给你了，保证完成任务。李倩倩，你跟我出来一下。好的，赵总监。待二人离开办公室后，众同事轰的一下子开始呱呱的八卦起来。咱们销售部不是不缺人吗？老板去年的时候就说过3年内不招人的。人家是销售总监哎，招个人的权利难道还没有？你们发现没有？赵不成和新来的李倩倩不太对劲啊。他俩绝对有问题，艾奥特应该是有一腿。该不会是赵不成的小三吧？回头我找丽丽姐问一下。呱呱了好一会儿后，唐佳佳把矛头指向了刘山。刘山，你刚刚为啥主动大包大揽要带李倩倩？你该不会想当叛徒了吧？哈哈，我刘山是那种人嘛，我是要打入敌人内部。往小了说，我这叫潜伏；往大了说，我这叫以身入局，胜天半子。总之，我的计划很伟大。就在这时，唐佳佳的手机响了。切，别出声，我大客户打电话来了。与此同时，赵不成办公室内，倩倩啊，这几天你一定要耐住性子，好好上班，好好学习，不能给我丢脸。等时机差不多了，我就让你顶替许艺玲的位置。许艺莲，谁呀？就是那个不肯带你的傻卵子。我居然说我身上的香水味太浓，老娘快气死了。我暗地里调查过这小子，他很邪性，据说能招财，所以老板才会给他开这么高的工资。可是我不招财啊，从小到大我的财运就不咋的。算命先生说我是漏财命，你说我能胜任他的工作吗？什么招财不招财的，都是无稽之谈，是封建迷信糟粕，我是不相信这一套的。在西方商业体系中，这叫心理暗示。亲爱的，万一我顶替许艺玲后发挥不了招财的作用怎么办？到时候老板能饶了你？你放心，在你顶替许艺玲之前，我会先把你招财的人设立起来。就在这时，电脑上的内部通讯软件内弹出一个对话框：赵总监，大客户董玉珠今日考察生产现场，对 P098到6型号挖机十分满意，决定在原50台基础上追加50台，共计100台大挖机采购合同已拟定，待您签批。赵不成读完之后，脸色瞬变。他妈的，他们眼里还有我这个销售总监吗？陪客户去车间参观，不喊上我也就算了，居然背着我把单子给签了。亲爱的，干嘛这么生气？这明明是好事啊！好什么？这是我压根没发挥作用，有我没我都一样，以后还怎么立足？我本想借机给你立招财人设的，现在全被他们抢了，我还怎么立？那怎么办？呵呵呵，还能怎么办？见招拆招呗，不让我好过，他们也别想好过。说着，打字回复唐佳佳：挖机价格太低了，我不同意。没过一会，赵不成办公室的房门被唐佳佳轰开，唐佳佳把合同书拍在桌子上。赵总监，你凭什么说挖机的价格太低了？ P098到6型号大挖机的单台售价一直都是这个价，你到底什么意思？对此，赵不成皮笑肉不笑道：一直都是这个价，不代表这个价格是对的啊。老板临走前交代过我，要让单台挖机的出售利润上涨，禁止薄利多销。那你的意思是，在原有单价的基础上上架20%？20%你个大头鬼！你这是把客户当日本人宰啊？人家能答应吗？你以为整个市场只有我们天科能生产这种挖机是吧？赵不成猛地一拍桌子：够了，你给我出去！唐佳佳气坏了，忍无可忍之下，脱下了细跟子高跟鞋，准备照着赵不成的脑瓜子来一哈子。就在这时，众同事冲了进来，连说带劝的把唐佳佳拽走了。这小娘们还挺彪悍，呵呵。此刻，销售部办公室内，唐佳佳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哭着：佳佳，别难过了，这个赵不成脑子是让你踢了吧？居然临时涨价！就是啊，这不是把客户当猴耍吗？现在怎么办啊？咱们不能眼睁睁看着佳佳的这个大单子就这么黄了啊！依林哥，你有主意吗？许依林在众人的注目下展开分析：赵不成之所以抬高挖机的单价，无非是想通过这件事告诉我们，以后跟客户签单子必须要先和他商量。直觉告诉我，他还想通过这件事达成一个目的。我也这么认为，而且我感觉他的这个目的一旦达成的话，对依林哥你不妙啊！听闻二人的分析，众同事有种拨云见雾的感觉，隐约洞察到事情的真相了。既然赵不成执意从中作梗，我就要和他鱼死网破。老娘非不让他的阴谋诡计得逞。等老板回来了，我再一五一十的跟老板说明情况。这样是弄不住赵不成的。赵不成现在估计已经跟大客户接触了，然后以更低的价格跟大客户重新签署新的合同。他这是把我晾一边了啊，等于说他在抢我的客户。我们现在很被动，可能要输了。为了跟这个单子，这半年来老娘的高跟鞋都磨破好几双了。赵不成，你个王八蛋！但就在这时，许依林忽地问道：老刘，你有天成的销售的联系方式吗？随后许依林以暗中将消息透露给竞争对手，签约当日，客户当场撕毁合同，转而与报价更低的天成公司合作。与此同时，
深山中的张峰收到了销售部集体的告状信息，他火速回公司，开除了赵不成及其关系户，将许依林提拔为首席分为顾问，薪资翻倍，并返还所有不当罚款。事后，张峰搂着许依林走向新车，走，三亚度假路上你得交代，当初拒我 offer 时是不是就算到今天了？许依林望天，摸了摸新到手的银行卡，老板，我真就是运气好一点。从此，公司铁律更新，宁可怠慢老板，不可打扰看剧的依林哥，以及务必养好那盆叫旺财的仙人球。